2024年嘅大選，我哋又再次見到特朗普啦。今次佢唔單止帶嚟嘅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口號，今次仲要話第二次更偉大。呢次大選嘅劇本完全好似啲荷里活嘅大片咁啊，反轉啦，戲劇性啦，高潮迭起，最後佢都成為咗第47任嘅美國總統。各位，美國嘅劇本又要重新上演啦！呢次嘅回歸，特朗普絕對唔係空手而嚟㗎，佢已經準備好一系列嘅行政命令、政策文檔，等住一上任呢，第一日就嚟個行政暴擊啊！據講啊，第一步就係任命各大官員，要組織一支超級內閣團隊，或者你會諗，會唔會好似超級英雄咁樣嘅復仇者聯盟呢？ No， 呢次係一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聯盟啊！呢次特朗普嘅首要目標呢，都係經濟方面嘅減稅政策啦，喺佢腦裏面已經畫好個大餅噶啦。據講啊，美國企業都已經摩拳擦掌，準備迎接呢個減稅嘅紅利。但係講翻轉頭啊，佢對中國嘅關稅嘅加碼，亦都令到世界感到心驚膽戰啊！呢一個加碼可能直接將貿易戰推向新嘅高峰啊，令到世界經濟對特朗普呢個人都感到愛恨交織啊！ that they doubled and tripled down on over the. I think that we just witnessed the greatest political comeback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ines up, put the hat on. Let's this go. Will truly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That's what we. 咁佢一上任打算有咩政策呢？首先講一講佢移民政策啊。今次特朗普嘅態度咧，比上一次更加強硬喎。佢話今次要全力保護邊境，將全部無證嘅移民都通通送翻出去。佢計劃咧要增加邊境嘅人員啊，仲要將邊境嘅牆起得更高更厚。睇嚟佢真係真心希望邊境嘅問題可以一勞永逸喎。唔單止係咁。特朗普咧仲想對呢個能源啦同教育咧進行改革㗎。佢嘅口號咧就係能源要自給自足，擺脫咧美國咧能源對外國嘅依賴。仲計劃咧要減一啲聯邦嘅教育計劃啊，話要精簡教育制度啊，等資源咧可以有更好嘅利用。呢次回歸，特朗普咧唔係空手而嚟㗎，喺背後支持佢嘅人裏面有個非常重量級嘅夥伴，嗰個就係 Elon Musk。呢個 Tesla 同 SpaceX 嘅創辦人唔單止提供咗高達1.32億美金嘅資金支持啊，仲用佢掌管嘅社交平台 X 成為咗 Mega 運動嘅核心陣地啊，就好似一個親自上陣嘅科技大亨咁樣。Musk 甚至被稱為特朗普嘅秘密武器啊，而且據講佢喺選舉之後佢經常造訪呢個特朗普嘅 Mar-a-Lago 莊園，唔係淨係商討政策啊，仲討論埋任命人選添。未來4年 Musk唔單止可能會繼續成為特朗普嘅最佳拍檔啊，仲可能會主導好多政策動向啦，甚至幫助削減政府支出嘅。而外交方面，佢聲稱有能力喺24小時內解決俄烏問題。你冇聽錯，24小時啊！呢個口號就好似麥當勞快餐咁24小時服務一樣啊！大家都好期待住呢個特朗普魔法嘅實現啊 And I say this, I will end that war in one day. It'll take 24 hours. 至於俄羅斯方面咧，特朗普嘅表態就更加大膽啦。佢話如果普京願意傾下，佢隨時樂意。但係特朗普就暗示咧，佢對聯盟嘅要求好高啊。呢次佢會大刀闊斧推動強大嘅跨大西洋聯盟啊。佢警告盟友，你哋要出啲力啦。今次講翻轉頭啊，特朗普今次嘅當選啊，都令大家諗翻起過往喺白宮嘅日子㗎。當時啊，佢嘅政策可以係雷霆萬鈞啊，美國優先啦，貿易戰啦。移民政策啦，減稅，佢都一次過改革起嚟，令到世界都為之一振咯。而家就等我同大家回顧一下特朗普喺第一季嘅時候嘅精彩劇集，睇下佢點樣用呢個 American Great Again 呢個口號去將整個美國翻天覆地啦。首先，等我哋翻到2017年嗰陣時，特朗普仲叫住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咁樣走入白宮㗎。佢嘅政策基本上就圍繞住4個字：美國優先。咩叫做美國優先呢？就係將美國嘅利益擺喺首位啊！無論係貿易、外交定係國防經濟啊，都要圍住美國氹氹轉啊！等美國咧喺全球嘅位置咧企得更穩，更加有話語權嘅。佢嘅第一項重大成就就係減稅啦！特朗普推出大規模嘅減稅方案，等企業同高收入嘅人群咧得到大量嘅實際優惠啊！咁樣咧令到美國企業咧飛速發展啊！同埋佢好鼓勵美國製造嘅回歸，呢個減稅政策咧成為咗佢任內嘅經濟主軸，
亦都令到美國股市一度飆升啊！然後咧就係佢嘅移民政策啊，佢推動咗美墨邊境咧就起高牆喎，希望墨西哥嗰面嚟埋單嘅。佢個目的其實真係好簡單，就係令到美國更加安全。佢仲推動咗更加嚴謹嘅邊境審核政策啊，令到大量無證嘅移民咧拒諸門外㗎，令到美國嘅人民咧又更加有安全感。但係同時咧，亦都惹起好多唔同嘅爭議喎。而家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一路都唔按常規出牌㗎啦，佢退出咗巴黎氣候協議啦，重整咗北約嘅關係。甚至開始挑戰傳統聯盟嘅關係喎，仲有嗰場轟動一時嘅朝美峰會咧，特朗普強調係雙贏啊，但不惜用高壓嘅手段咧，迫使各國咧做出讓步嘅。下一段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呢一場貿易大戰喺中國同埋全球起咗幾大嘅波瀾啦。中美貿易戰咧，可以話係特朗普咧喺2018年咧一上任咧第一項嘅招牌任務嚟㗎。喺2018年咧，特朗普咧就宣布咧對中國咧嘅一系列嘅關稅措施，原因咧就係佢認為咧中國呢種唔公平嘅貿易行為咧損害咗美國人嘅利益，所以特朗普就決定採取行動，重整呢個中美之間嘅經濟佈局啦。喺2018年開始，特朗普對中國嘅展開一系列嘅關稅措施啊，話要咁樣削弱中國嘅經濟實力喎，等美國工人可以重返崗位啊。佢嘅策略好簡單，就係提高中國輸美產品嘅關稅，等中美之間嘅貿易成本飆升，逼啲美國企業回流啊。但係咁嘅政策咧，唔單止對中國帶嚟衝擊，亦都令到全球掀起咗波瀾喎。最開始嗰陣，特朗普對價值500億美元嘅中國商品咧就加徵25% 關稅，涵蓋高科技產品啦、機械設備咁領域，目的咧就係打擊中國嘅高科技產業啊，防止佢喺呢啲領域咧對美國形成威脅喎。但中國咧就好快作出反應啦，對等咁樣對美國嘅農產品咧同汽車加徵關稅啊，貿易戰嘅火藥味一下子濃起上嚟啦。隨着時間嘅推進啊，雙方開始進行多輪加稅啦。到2019年啊，特朗普宣布對幾乎所有中國輸美嘅商品咧都加徵15% 關稅，涉及嘅範圍咧已經包括消費品啦、電子產品啦呢啲普羅大眾日常生活離唔開嘅商品啦。美國企業啊同消費者啊都開始感到壓力咯，而中國咧就繼續對美國農產品啦、飛機啦、汽車實施關稅嚟做反制嘅措施㗎。為咗進一步壓抑中國嘅經濟啊，特朗普啊仲禁止美國企業同中國嘅技術公司合作喎，好似華為啊、中興啊，限制佢哋進入美國市場啊。呢個唔單止僅僅係貿易問題啦，仲涉及到國家安全嘅考量啊。美國政府限制中國科技產品進入市場嘅同時咧，亦都禁止高科技出口去中國，等中國嘅技術咧發展面臨咗唔少嘅壓力。喺美國方面，雖然特朗普咧目的咧係減少貿易逆差，但係貿易戰咧仲帶嚟一個唔少嘅副作用，就係美國物價上升啦。由於唔少日常商品嘅成本上升啊，美國消費者咧同企業都感受到通脹嘅壓力，特別係電子產品啦、服裝啦同埋一啲日用品嘅領域。而對全球經濟嚟講咧，中美貿易戰咧就引起咗供應鏈嘅重組啦。好多跨國企業咧要重新考慮生產同供應鏈嘅佈局，將部分嘅產業咧移出咗中國，以避免關稅嘅影響啊！呢個過程被稱為去中國化，但實際咧都增加咗好多企業嘅營運成本。另外，中美貿易戰咧仲有一啲主要嘅經濟體都受到衝擊嘅喎，例如歐盟啦、日本啦、韓國啦，佢哋嘅跨國企業咧本身喺全球貿易方面咧都依賴住中美兩大經濟體嘅。呢場戰爭嘅長期影響之一咧，就係令到各國政府咧重新審視咧自己同美國啦、同中國嘅經貿關係啊，尤其咧要喺中美之間咧保持微妙嘅平衡。呢場貿易戰啊，令全球嘅經濟都感受到寒意啊！各個股市受挫啦，跨國企業咧都面臨住供應鏈嘅危機嘅。不過咧，特朗普嘅支持者認為咧，呢一啲嘅措施對中國嘅經濟崛起咧起咗關鍵嘅作用。佢哋期待今次嘅回歸咧，特朗普咧會將呢個大貿易戰玩得更加嘅徹底嘅。咁樣講啊，呢啲政策嘅背後嘅動機係乜嘢咧？特朗普嘅支持者咧認為咧，呢啲咧係為咗美國嘅工人啦、家庭啦同企業嘅利益嘅，但係佢嘅反對者咧就認為咧呢啲咧令到全球嘅經濟咧合作更加困難啦，甚至帶嚟更多經濟風險。Can a trade war with China be won?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vows to put America first,
promising up to 6. 中美貿易戰嘅影響咧，其實係好深遠嘅，唔單單咧係影響緊中國咧同美國之間兩個國家嘅經濟啊，仲對全球嘅經濟咧都產生咗震動嘅。首先啦，呢場貿易戰咧對中國嘅出口咧影響非常之巨大。由於美國咧係中國嘅最大出口市場之一啦，關稅咧就令到中國出口嘅物品嘅價格上漲啦，企業利潤就受到打擊，部分嘅出口企業咧就唯有將佢哋嘅資源咧撥去其他市場啦。最後咧，中美貿易戰咧其實有一個更加深層次嘅影響嘅，佢咧亦都加深咗咧中國同美國之間嘅戰略對抗。貿易戰咧從開始嘅時候係經濟上嘅博弈啦，逐步咧就發展成為科技啦、金融啦同軍事上面嘅對抗啦，令到中美兩國嘅關係咧進一步緊張啊，成為咗未來全球局勢一個主要風險。好啦，講咗咁多政策啦。貿易戰啦、地緣政治啦，呢度咧我就同大家一齊思考一下，究竟特朗普嘅再次上場會帶嚟啲咩嘅轉變呢？特朗普今次主張減公司稅啦，對中小企嚟講咧，無疑係好消息。但係對於巨型科技公司咧，會唔會真係好似想象中咁着數呢？畢竟咧，依家啲大公司好多都係避稅高手。過去啊，好多公司都會利用愛爾蘭嘅低稅率啦，去減低美國嘅稅務成本㗎。但係2024年起咧，愛爾蘭咧將對大企業咧都實行15% 嘅最低稅率，咁樣意味住如果美國真係進一步落實特朗普嘅減稅政策嘅話咧，可能咧有部分嘅公司真係會選擇回流翻美國，將佢哋嘅企業利潤同生產咧都搬翻去嘅。呢個都係對美國經濟一個好嘅消息。仲有一樣嘢我哋要留意一下嘅 ，Elon Musk 咧被委任為多政府效率部門嘅領導之一。呢個委任咧就唔係普通嘅官職嚟嘅。事實上咧，呢個新成立嘅部門已經被譽為現代版嘅曼克頓計劃㗎啦。目標就係喺最短嘅時間裏面咧，以前所未有嘅規模咧去削減政府開支啊，簡化規章制度啦，同優化行政效率嘅。根據 Elon Musk 自己嘅講法咧，佢計劃咧喺而家嘅6.5萬億美元聯邦預算當中，就削減最少2萬億美元喎。不過咧，雖然削減開支呢個諗法有啲大膽，但隨之而嚟咧都會有啲新嘅問題嘅。例如啊，佢大刀闊斧咁樣改革，會唔會影響到政府嘅正常運作呢？又或者會唔會同國會之間爆發巨大嘅矛盾呢？而最令人擔心嘅係咧，Musk 旗下嘅公司咧，早就已經係同政府主要合同嘅既得利益者嚟㗎啦。咁嘅利益衝突咧，會唔會影響到呢個政府效率部門嘅政策執行呢？呢一啲部分咧，我哋都係需要細心觀察嘅地方嚟嘅。然後講到地緣政治，特朗普回歸啊，會唔會令全球嘅局勢都會穩定啲呢？睇下而家俄烏戰爭嘅未解決，中東問題啦、台海形勢咧都冇緩解嘅跡象喎。加關稅咧，會唔會對台海問題咧會有影響呢？美國會唔會希望各個國家都俾保護費，即係為美國嘅軍事保護埋單呢？雖然啊，成日都有人話佢係狂人嘅風格啊，但係唔少人都覺得咧，佢上一次做總統嘅時候咧，居然喺某方面咧就做到一個叫做以暴易暴嘅方法喎，好似咧對全球嚟講咧都有一啲幫助。其他國家嘅狂人咧都好似因為咁樣靜一靜，唔敢亂嚟喎。至於關稅方面啦，咁大家都會諗，咁其實上一次都打咗一次貿易戰㗎啦，咁今次又會點呢？關稅咧對於中國嚟講咧已經唔再係新鮮事啦。今次咧可能佢哋嘅對策咧未必好似上一次咁樣採取硬碰硬嘅措施㗎啦，反而咧中國會唔會用一啲其他嘅政策啦？例如咧唔再採購咁多美國嘅農產品啦，甚至將農業咧成為美國一個痛點啦。呢啲部分咧可能大家咧都要一路觀察嘅。仲有台灣會唔會因為呢一啲保護咧喺科技上面咧會對美國作出妥協咧？例如台積電咧會唔會喺技術上面作出更大嘅讓步咧，去換取美國對台灣嘅更大嘅保障咧？呢啲所有嘅問題咧，暫時咧都係未知之數嘅。總結嚟講啊，特朗普嘅回歸咧，真係令大家咧帶來一個好耐人尋味嘅未來啊！佢嘅政策啦、貿易戰啦，同埋地緣政治嘅政策變動咧，究竟會係點樣改變咗世界咧？而家咧暫時咧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嚟嘅。希望今日嘅影片可以為大家帶來更多嘅思考。無論喺美國啦、台灣啦，甚至乎對全球嘅經濟嘅未來啊，都係充滿住挑戰同機遇㗎。多謝大家陪我哋睇到呢度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咩主題想睇嘅，都記得留言話我知。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都俾翻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等我哋下次都可以同大家一齊分析一啲重要嘅議題啊！